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甚至可能亲身经历过：好人没好报，傻人有傻福，可能只是安慰。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，似乎那些精于算计甚至不择手段的人更容易成功，这让很多秉持善良诚信的朋友们感到困惑，甚至开始怀疑，为什么好人反而赚不到钱？这真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？今天我们要聊一位备受尊敬的东方经营哲学家稻盛和夫先生。他亲手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 KDDI， 并在晚年以78岁高龄奇迹般地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 JAL。 他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，他的一生似乎就是对好人赚不到钱这个魔咒的有力反驳。稻盛和夫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可持续的成功恰恰源于一颗利他之心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？利他怎么可能和赚钱这个看似自利的行为统一起来呢？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理解和践行这种看似高大上的理念，从而不仅能创造财富，更能收获内心的幸福与人生的意义？朋友们，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：这个时代我们缺成功的道理吗？不缺，各种商业书籍、成功学课程、大师语录层出不穷。但为什么很多人学了很多，依然在财富的道路上步履维艰，甚至越努力越焦虑？稻盛和夫这位白手起家、历经磨难最终成就非凡的企业家，他看到的危机并非外部的竞争，而是人心的迷失和动机的偏离。他认为，许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或者赚得不幸福，根源在于没有想明白人为何要工作，企业为何而存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。他观察到，很多所谓的好人可能将善良与软弱混淆，在商业交往中缺乏原则，不懂得拒绝，导致利益受损，将利他与牺牲自我对立，认为帮助别人就一定会损害自己的利益，缺乏将善意转化为价值的能力，空有好的发心，却没有将这种发心落实到具体的产品、服务和经营管理上的智慧和毅力。而稻盛和夫给出的药方，核心就是以利他之心度人生。他认为，这不仅是做人的准则，更是经营的王道。那么，稻盛和夫先生所倡导的利他之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它绝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无私奉献那么简单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经营哲学与人生智慧。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。首先是动机上的利他。稻盛先生创办京瓷的初衷并非为了个人发财，而是不忍看到几位年轻技术员因原公司倒闭而失业，想为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、安身立命的平台。他曾说，所谓利他，就是优先考虑他人，为他人尽力。这里的他人首先是员工，其次是客户，再延伸至合作伙伴、社区乃至整个社会。其次是顺应宇宙的意志。稻盛先生相信，宇宙中存在一种让万事万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力量。企业经营若能顺应这种意志，将为社会、为世人做贡献作为目标，便能获得无形的助力，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。最后是作为人，何谓正确的叩问？这是稻盛先生在面临重大决策时反复拷问自己的准则。他认为，判断标准不应仅仅是否对自己有利，更要思考作为一个人这样做是否正确，是否符合道义。听起来这似乎有些理想化，甚至像道德说教。但奇妙的是，稻盛和夫恰恰是凭借这种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，创造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。那么，这种看似付出的利他之心，究竟是如何奇妙地转化为财富创造的力量呢？首先，利他能激发无穷的智慧与内在动力。当你将目标从单纯的为自己赚钱，升华到为员工谋幸福、为客户创价值、为社会做贡献时，这种高尚的愿景会点燃你内心深处强大且持久的动力。你会为了这个目标去钻研、去创新、去克服一切困难。正如稻盛先生所言，当动机至善、私心了无，人就能获得神助。其次，利他能赢得人心，汇聚磅礴的力量。对于员工，
稻盛先生始终将员工视为共同经营的伙伴，而非简单的雇佣工具。经此著名的阿米巴经营模式，便是将公司划分为无数个小集体，各自独立核算，并充分放权，让每位员工都参与到经营中，为集体和公司的发展贡献智慧。这种模式的成功，正是建立在对员工的信任和希望他们幸福的利他基石之上。对于客户，他强调要真正把客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甚至超越期待的产品和服务。京瓷产品之所以能以高品质著称，正是源于这种对客户负责的利他精神。对于社会，稻盛先生认为，企业是社会公器，盈利只是受社会委托代为管理，最终应当回馈社会。这种高远格局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与支持。最后，利他是最高境界的利己。稻盛和夫笃信因果循环，丝毫不爽。他认为，一心为他人着想，持续为他人创造价值，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。这种回报可能是有形的财富积累，也可能是无形的信誉提升、人脉拓展，以及那份千金难买的内心安宁。2010年，日本航空公司 JAL 负债高达 2.3万亿日元，宣告破产。日本政府恳请当时已经78岁高龄、早已功成名就的稻盛和夫出山。稻盛先生以零薪酬接手，他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削减成本，不是资本运作，而是对全体日航员工进行意识改革，向他们灌输新生日航是为了全体员工的幸福这一经营理念，让他们明白自己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薪水，更是为了服务乘客、振兴企业、贡献社会。他以身作则，深入一线，与员工同甘共苦，用自己的利他之心点燃了全体员工的利他之心。结果仅仅1年多时间，日航就奇迹般的扭亏为盈，并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的利润。这被视为利他哲学在商业实践中创造奇迹的典范。人生工作结果方程式，思维方式的决定性力量。为了更清晰地阐释这一点，稻盛和夫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生工作结果方程式。这个公式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。人生工作结果等于思维方式差使热情差使能力。他是这样解释的：能力指我们的智商、健康、专业技能等，这些多为天生或后天学习获得，可以从0分打到100分。热情或称努力，代表我们对工作的投入程度和努力程度，同样可以从0分打到100分。思维方式即心态，这是其中最关键的变量。它的取值范围非常特殊，是从-100分到正100分。正向的思维方式包括积极、乐观、感恩、善良、诚实、利他、有爱心、有责任感、乐于助人、追求真善美。而负向的思维方式则是消极、悲观、抱怨、嫉妒、自私自利、投机取巧、怨天尤人。这个方程式最核心的奥秘在于它是乘法关系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你的思维方式是负数，那么无论你的能力多么出众，热情多么高涨，最终的人生结果都将是负数，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负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聪明绝顶、努力非凡的人，最终却走向失败甚至毁灭，往往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。如果思维方式是0或接近0，那么即使能力和热情再高，最终的成果也可能微不足道，甚至归零。只有当思维方式是积极正向的时候，你的能力和热情才能真正发挥出巨大的正面乘数效应。你的思维方式越积极，越利他，你的人生和工作结果就越可能走向辉煌。稻盛和夫先生坚信，利他之心正是最高境界的正向思维方式。当你真正以利他作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基准时，你的能力和热情才能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，才能爆发出最大的能量，从而创造出非凡的价值。而财富不过是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自然副产品。这个方程式也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困境：为什么好人反而赚不到钱？很多时候并非因为好本身是错的，而是因为这种好可能没有与正确的、积极的思维方式相结合，或者缺乏足够的热情去驱动，以及必要的能力去支撑。换句话说，
这种好，或许还停留在一种朴素的情感层面，未能升华为一种坚定的、富有智慧的利他哲学。理论我们理解了，稻盛和夫先生的智慧也确实令人叹服。那么，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我们普通人没有他那样的传奇经历，如何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真正践行利他之心，巧妙运用人生方程式，从而创造持续的财富与内心的幸福呢？稻盛和夫先生告诉我们，这并非遥不可及，其核心在于从当下开始，从心开始，做到知行合一。具体来说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：一、修炼心性，让利他之心成为思维的基石，从小处着手，从身边做起。在工作中可以主动多承担一些责任，多为同事着想，真诚地为客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紧紧盯着自己的业绩。在家庭中多给予一份关爱与理解，在社会交往中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，转变思考问题的视角。在做任何决定前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我这样做除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，对他人、对集体、对社会是否也有积极的意义？尝试将对他人有益作为行动的重要考量。常怀感恩，抑制私欲，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感恩他人的每一份帮助。感恩之心能减少我们的抱怨与索取，增加奉献与利他的意愿。同时要时刻警惕内心的私欲，它会蒙蔽我们的双眼，引我们偏离正确的道路。二、极度认真，点燃热情的引擎，投入工作与生活，培养对工作的热爱，即使工作本身并非你最初的兴趣所在。稻盛先生也鼓励我们努力去爱上它，从中发掘乐趣和意义。当你全身心投入时，工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一种修行，追求极致，持续改善，对待每一项任务都力求做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，每日反省思考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，不断精进，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。这种精神正是点燃热情的关键，将工作视为修行，在克服困难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磨练心性，提升灵魂的境界。三、持续学习，不断提升能力，为利他与热情赋能，精进专业技能。无论身处哪个行业，都要持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让自己更有价值，从而能更好地为他人和社会创造贡献。学习经营智慧，即便是普通员工，也可以主动了解一些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，培养经营者意识，理解成本、利润和价值创造的逻辑。学习做人之道，阅读圣贤经典，学习为人处事的智慧，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。四、建立作为人何谓正确的判断基准，在面临选择和诱惑时，不要仅仅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，而要回归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作为一个人，这样做是否正确，是否符合良知与道义？这个基准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，不偏离人生的航向。五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，将财富视为代管，用于良性循环。稻盛先生认为，企业家获得的巨额财富只是社会暂时委托其保管，最终目的是要用于回馈社会。我们普通人亦可借鉴此心态，将积累的财富适度用于帮助他人，支持公益，或投资于能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事业。这种散财反而可能聚人聚福，形成财富的良性循环。朋友们，践行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和人生方程式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它需要我们从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开始，在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中刻意练习，持之以恒。这听起来或许比那些鼓吹快速致富、一夜暴富的秘诀要慢得多，甚至有些清苦。但正如稻盛和夫所说，人生是随人的心态变化而变化，哪怕我们的命运是事先注定的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改变它。当我们回顾稻盛和夫的经营天道，我们会发现他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如何经营企业，更是如何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。他用一生的传奇告诉我们，好人不仅能赚到钱，而且能赚到干净的钱、可持续的钱、受人尊敬的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心灵会得到净化，
我们的人格会得到升华，我们会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人生的意义。这正是我们致富心语一直探寻和倡导的，用哲理智慧点亮我们的财富之路，在赚钱的同时找到人生的真谛。真正的富足不仅来自金钱的积累，更源自我们智慧的提升、内心的充实，以及我们为这个世界所创造的价值。稻盛和夫的人生方程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，他提醒我们，思维方式是我们人生中最强大的乘数。当我们选择以利他之心作为我们思维方式的底色，用饱满的热情去努力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，收获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丰盛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致富心语对你有所启发，让你对财富、成功和人生意义有了新的视角和感悟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分享，让这份智慧的光芒照亮更多朋友前行的道路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心不换物，物不至。愿我们都能以一颗纯粹的利他之心，去呼唤我们渴望的美好未来。我们下期再见。